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最近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电视剧情片段，非常有意思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依据大清法律，陈县县衙决定按大清剃发令，决定执行剃发。陈县乃善治之地，民众尽忠于朝廷，故而决定将剃发期限限为10日。10日后，所有陈县县民未曾剃发者，一律按大清剃发令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那你看看这啊，朝廷期限明明为2个月，这个狗县令他是想立头功啊！大家都看到了吧？事在人为。当初本县令告诉诸位，本县要在10日之内完成剃发任务，你们都傻眼了。现在看来啊，不是快大功告成了吗？咱们这些在县上的官员想要提升，靠什么？靠什么？啊，靠出政绩。眼下机会难得呀，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喽，都有加薪提职啊。胡老爷，虽说效忠朝廷，多出政绩是好事，可是剃发关系着人命啊。时间这么紧，现在还有1万人没有剃发，属下斗胆提议，是不是把时间放宽一些？废话，本县令就是要把陈县作为剃发的样板交上去的，本县令岂能自打耳光？还有3天的时间，还剃不完剩下的人头，不就5000多个脑袋吗？把他们集中起来，1天就给剃完了。可这剩下的人都是极不愿意剃发的人，现在有的人已经往山上跑了。跑？城门口不是日夜把着门吗？跑一个杀一个，我看谁还敢跑。胡老爷，您别生气，我们都想把事情办好。现在还真有个问题，就是人手不够，衙门里能派出去的公差全都派出去了。是啊，胡老爷，现在就是人手不够，他们很多人呐都在强行剃发，我看这时间啊还得放宽一些。时间不能缓，半天都不能缓。至于人手不够的问题，本县令早就想到了。本县令跟当地的驻军镖头那是拜把子兄弟，本县令已经请他支援人手。现在剃头喽！剃头，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，剃头了！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。好了啊，正白旗进来了，这下轻松多了。我想大家应该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段影片真的是太妙了。影片中的剃头就是影射现在的疫情防控，最后的军队进城也就是实施军管进行强制措施，一切放在现在的中国真的是太像了。剧中的朝廷对剃头的时限是60天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10天。现在国务院的政策是鼓励打疫苗，同时也明确了不能强制打，但是到了下面都是直接或者变相的强制打。测核酸上面说的是高风险地区全员核酸，到了地方上基本上都是所有人都做，甚至1天不止做1次。隔离措施到了下面也变成了一刀切，根本不管你什么高风险、中风险还是低风险。其实不只是疫情相关的政策，在中国所有的政策从上到下都是层层加码，到了下面执行起来就变味了。所以很多中国人普遍认为上面的政策或者国家领导都是好的，只是下面执行的人有问题。中共曾一度引以为傲大肆宣扬的哈佛大学的调查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满意度高达 93%。 其实中国媒体对这份报告是片面的解读，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只有 50% 左右，只是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超过了 90%。 虽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长期受中共的资助，数据可能有些水分，但是这也说明了中国人的这个普遍认知，上面是好的，只是下面的人有问题。其实从之前的影片中我们也看得出来，县令把剃头时限缩短到10日，可以得到上级的赏识，升官发财。各级官员都是在揣摩上意，看领导的脸色办事，怎么可能只是下面是坏的，上面是好的呢？所以我们经常也听基层的官员说，这些都是上面的意思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记得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老师规定后天交作业，可有的人明天就提前交了，然后老师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这位同学表扬了一番，最后导致大家都要提前交，
正常交作业的可能都会被批评。毕竟考试打分数的是老师，得到老师的欢心，在学校才受欢迎。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，何况是在勾心斗角的官场呢？虽然一上升到体制，就会被一些爱国粉红扣帽子，但是这种政策的层层加码和扭曲，甚至一刀切的现象，是中国自古以来长久而又普遍存在的问题。这当然是制度问题。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央集权，寡头专制，权力和政策都是一级一级往下释放和传递的。中央制定政策，但是却离民众最远；地方距离民众最近，却离政策最远。中央本来就不一定反映民意的政策，又层层加码到地方，再加上中国的各级官员又都是上级任命的，是向上负责的，不管老百姓满不满意，只要领导满意，就能保障自己的仕途。所以导致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冲突是最严重的，最后普遍的结果是用粗暴的方式来解决。制度的问题当然还是需要从制度上解决。以美国为例，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和议员都是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产生，比如美国总统通过全民投票产生，美国总统对自己的内阁成员有一定的任命权，也就是说一个办公室的人还是要看总统的脸色的。但是到了下一级政府，州长是州内选民投票产生，总统无权罢免州长，州长看的是州内老百姓的脸色。同样的，州长也不能罢免市长。所以在这样的制度下，地方官员更多的代表地方选民的利益，没有中国自古以来一直那么激烈的官民冲突。另外，中美政治制度的不同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美国的地方官员不是中央任命，是本地选民投票产生的，所以当然大都来自于本地。甚至每个州还有法律规定，想要参选州长，必须要是州内居住5到10年以上的居民才有资格。本地的官员当然会更了解当地民生，也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乡负责。如果做得不好，怎么对得起当地的父老乡亲？而中国是中央集权，为了限制和削弱地方势力，维持独裁统治，用这几年的话说，就是防止搞团团伙伙，搞小圈子。中央政府会有意的避免任命当地的官员，比如云南的去山东当省长，南京的去西安做市长，就算搞砸了也无所谓，调走就行了。出了丑闻的官员又偷偷的在其他地方上任了，这种事情不时发生。民主选举产生的行政体系，在纵向上各级政府权力相互制衡，在横向上同级部门的政府权力分立，所以美国在理论上很难有层层加码和一刀切的现象。有选票在手的韭菜就是硬啊，不好一刀切。上个月美国联邦政府废除了支持堕胎的法案，一度引起了中国粉红的集体高潮，甚至认为中国在保护女性人权上面又是赢了。中国强行堕胎才过去几年呀，粉红真的是健忘。其实美国并不是禁止堕胎，而是把堕胎合不合法的权利下放到每个州，由每个州自己来决定。每个州怎么决定，看当地的文化、教育、宗教信仰等因素。最终的政策当然是反映的本地州多数选民的意见。一刀切的政策不可能是好的政策，再好的政策也不可能对所有人都适用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把堕胎的决定权下放给地方法院是一件好事。引用丘吉尔的话来说，民主不是最完美的制度，只是我们尝试过最不坏的制度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期节目我们从历史上分析了一个专制政权倒台的共性。网友陈元胜说，谢谢你提醒，我的消极态度是无用的，面对扭曲人性的鄙视，是我生于安逸台湾的傲慢，很抱歉。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坚守民主台湾的火炬，直到中国人也有享受自由生活的那天。网友强化版说，君主论有一句，杀父之仇易忘，夺财之恨难消。把人家6个钱包都掏空了，这恨还不大吗？这可不是河南40万储户那种一个发5万就可以把95%的人打发的情况。网友12O说，养狗也要花钱，狗没得吃也会咬主人的，何况养了成千上万的狗。网友 Zoetic X 说，说到不合作运动，不得不提印度圣雄甘地，奉上他的一则名言给所有中国人，你的行动或许没有意义，但你还是非做不可。这不是为了改变世界，而是为了让你成为不会被世界改变的那个人。网友山猫小子说，国父孙中山革命第11次终于成功，前面的10次虽然失败，但不是没有意义的。网友 Nico Eugen 说，我对中国始终是有信心的，因为集权统治必有终点，中国人也不是每一个都是小粉红，没必要对他们失望。其二，
关于这次停贷风暴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发生这件好事，为什么大家那么看衰？觉得为了钱等一等，他们又是祖国好棒棒。在民主国家，很多人也是被影响到利益才发生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理想崇高。为什么去看低那些为了自己利益发生的人？我认为停贷这件事他们做得很好啊，铿锵有力的宣言值得尊重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和分享。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